家，我是简简。我前阵子在观察我的频道数据的时候，发现我的观众年龄层有5成到6成是18到24岁这个年龄区间，那第二多的话是25到34这个区间。那我自己的话，目前是23岁，但9月的时候就要变24了。没错，我是天秤宝宝。那今天影片的主题其实就是围绕在我们成年到 getting into our 20s 这段期间的自我成长跟自我觉察。讲好听一点的话，当然就是自我成长，然后变成一个更成熟的大人。但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背后其实蛮辛苦的，因为你会需要去克服一些以前没有遇过啊，或是以前没有去正视的一些问题。我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帮助我成长和自我觉察的英文 podcast， 可以顺便练听力哦。我第一个想分享的叫 The Psychology of Your 20s。这个 podcast 的主持人其实好像也才21还22岁，就是一个跟我们年龄相仿的一个澳洲女生，所以她讲话会有一点澳洲腔。我为什么会很喜欢这个 podcast 呢？是因为它的主题大多数是围绕在跟我很有共感的话题上面。可能因为我自己对心理学很有兴趣，再加上我有在心理咨商，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拥有的情绪或是我看待世界的方法，很多时候我都会去联想到心理学。最简单的一个举例来讲的话，弗洛伊德的理论很多都来自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所以常常我在想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去联想，我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才造就我现在有这样的想法。但自己在这样的觉察过程中，其实多少还是被锁在自己的思维当中。那我觉得去听这个 podcast 的好处，就是因为他会去把很多数据跟研究拿出来跟你分析，说为什么20几岁的我们会有这些思维。我现在就来分享一些我听过的集数给你们听。我想分享的第一集叫 The Psychology of Friendship Breakups。我相信大家在换环境的过程中，很容易会失去一些朋友，或是有一些友谊就不会像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那么深厚。这种时候可能就会面临要跟朋友分手的状态。那或许是渐行渐远，或许是真的就再也不讲话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比较少人去探讨，毕竟大部分时间我们讲到 breakup 就会想到是情侣之间的 breakup， 我们比较少去聊到跟朋友之间渐行渐远的这个过程。那我就觉得他这一集讲的还蛮详细，然后讲的蛮好的。那相反的，他有另外一集叫 The Psychology of Lasting Friendships， 还有一些大家一定会很有共鸣的主题，比如說 people pleasing。How to say no? Is social media corrupting your brain? Are love languages real? 总之，这个 podcast 我非常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就是 get caught in our thoughts， 或是很容易想太多。那我觉得用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待你自己的想法跟所作所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察觉方法。透过科学跟研究来去探讨一些自己有兴趣的话题，是一个蛮好更了解自己的方法。毕竟你在听的过程中，很容易会有一种原来是这个原因，我才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你听听别人的行为，更容易觉得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好像不太符合。在这样来来回回的过程中，其实会越来越了解自己，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 podcast 给大家。第二个我很喜欢的 podcast 叫 In Hindsight， 主持人叫 Heinz，but In Hindsight 这个片语本身的意思是指在事后有更多的见解，也就是说你在回头看以前的事情之后，会有很多新的领悟或是见解。那我很喜欢这个 podcast 的原因之一，是因为 Heinz 的声音 is so soothing， 就真的太令人安心又舒服。我真的很常就听着这个 podcast 睡着。第二个我很喜欢这个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核心理念其实主要围绕在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线 ，Everyone has their own timeline， 不需要去急，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在这边同时跟大家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 Vienna， 是 Billy Joel 唱的。他的歌词也是在描述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要那么急，慢慢来，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就好。他的歌词是 Slow down, you crazy child. You're so ambitious for a juvenile. But then if you're so smart, tell me why are you still so afraid? 我觉得20几岁这个年龄应该可以说是一个 roller coaster ride 吧，很多起起伏伏，会有很多令人兴奋，然后跟有野心的这些事情，但同时也要面对很多可能比较残酷的事实，或是登大郎，然后面对这个社会等等的。所以我觉得 In Hindsight 这个 podcast 它有点像我的定心丸，它会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跟我讲说你已经很棒，然后你要好好听自己的身体跟心灵，要善待自己。不过我觉得这个 podcast is maybe not for everyone， 因为它的内容可能比较偏灵性一点。如果你比较
属于相信科学，没有很喜欢听很玄的内容的话，这个 podcast 就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但因为我自己还蛮相信灵性的，然后就是很喜欢听灵性相关的内容，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podcast。那在这边就念几集标题给你们听。有一集叫 The Creative Spirit is a Gentle Companion， 另外一个标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叫 Ghosting Self。代表你在 ghost 你自己，当你在 ghost 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照顾你自己的状态，然后对自己没有很 attentive， 没有在察觉自己的需求这样。然后他这一集就是在讲你可以如何去更关注自己，更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叫 Repaired Spirit。It's about carrying pain a little bit too well。这一集大概是在讲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忘记我们承受很多压力这个事实。我们要怎么有意识的去面对生活的同时，又好好照顾自己？如果你们对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听听这个 podcast 叫 In Hindsight。好，第三个要分享的 podcast是剥皮辣椒鸡汤。上一个 podcast 应该偏属于那种温柔鸡汤。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安抚我内心的孩子，或是我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的时候，我就需要一个比较狠的角色来鞭策我去做我想要完成的梦想。这个 podcast 叫 Aware and Aggravated。那如果你们想要看他的 YouTube 频道的话，他 YouTube 叫 Leo Skepi SKEPI。我觉得这个 podcast 蛮硬的，因为我觉得 Leo 讲话的方式有一点激动，他常常讲话的方式有点像姐妹在骂，怎么会喜欢上渣男这种感觉，所以有些人会喜欢，有些人会不喜欢，但我个人蛮喜欢的，所以推荐给大家。我在这边就念几个标题跟你们分享一下。Number 77 Stop letting people hurt you. Be the bad guy. So 你们大概就可以抓到他的调调，他就是这种偏那种姐妹你不要这样做，我跟你讲你不可以这样那种感觉的影片。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当你对自己够好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可以去多 push 自己，多鞭策自己往你需要前进的方向前进。Okay, number 76, become okay with being alone. 我觉得对刚出社会的我们而言，这是一个蛮常看到或是蛮常需要探讨的话题，就是关于孤独感这件事情。毕竟我们已经不在学校了，不是学生了，所以身边不是无时无刻都有同侪，然后可能再加上你搬出去住了，所以不是跟家人住在一起，其实蛮容易有这种孤单的情绪。尤其如果单身，然后再加上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稳定交往很久的情侣们的时候，这个孤单感可能又会更重一点。那我就蛮推荐你去听这一集。Okay, number 68, standards keep you safe. Stop settling. 所以他这集在讲的是我们做人要有标准，要有原则，不要 settle. I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it. 反正就是不要 settle for anything less. 你要相信自己值得更好，可以去追求一些比较符合自己期待的梦想，或是人事物都有可能。他最有名的一集是第65集 Lack of discipline makes you ugly。欠缺自律能力会让你变丑。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中肯的一句话，很难听，但是很中肯。虽然说我现在才23岁，才活人生的1/4，但我觉得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说，我觉得人生中很多目标或是梦想都是必须要有自律能力跟毅力才能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考会考啊，或是学测这种长跑型的考试准备，就很考验自己的自律能力。那比如说减肥这种事情，你要常常去上健身房，要控制自己的饮食等等的，这些都是必须要靠自律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梦想，你想要的学校，想要的体态等等的。如果你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一集，可以去听听 Leo 大哥怎么骂你，把你打醒。好啦，以上就是我近期最推荐的3个 podcast。之所以会想要拍这支影片，是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蛮多的成长，甚至被蛮多朋友说你变了。对于这个你变了，我老实说我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是好是坏，但我知道我自己变成一个很爱自己的人，不是说自恋那种，就是很懂得安抚自己内心的孩子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强化了很多我旧的价值观，或是增加了一些新的价值观。My actions are based on my values， 就是我的为人处事跟我相信的这些 virtue 有关的话，就真的有感受到自己成熟了一点，不再是一个想不清楚的小孩。讲自己以前想不清楚是蛮奇怪的，但是说真的，我觉得我以前很少听自己的心灵，或是跟自己对话。真的是到最近越听这些 podcast， 越觉得
我真的长大了，然后我老了，所以这就是我的结论。总之，希望这些 podcast 可以帮助到跟我一样在经历自我成长的你们。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你们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